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大陆女孩为了救自己的哥哥，假装嫁给了一位台湾医生，却在阴差阳错住进对方家后，发现了丈夫不为人知的惊人秘密。这个故事真的是跌宕起伏，让人唏嘘不已啊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做林小雨，今年28岁，是江苏苏州人。小雨从小就跟哥哥林大伟相依为命，他们的童年说起来真是令人心疼。爸妈在小雨7岁那年出了车祸，天妒英才两人当场就离世了。当时大伟才12岁，两个孩子差点被送去福利院。幸好爷爷奶奶虽然身体不好，还是咬牙把两个孩子接到了自己家里抚养。小雨，你别怕，有哥哥在，没人能欺负你，这是大伟常对妹妹说的话。爷爷奶奶家条件不好，住在郊区的老房子里。大伟从小就特别懂事，初中毕业就没再继续上学，去附近的工厂打工贴补家用。而小雨呢，因为成绩好，大伟和爷爷奶奶硬是咬牙把他送进了重点高中，后来还考上了南京的一所不错的大学。大伟哥，我考上大学了，以后一定好好报答你。小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激动得泪流满面。傻丫头，哥不图回报，只要你过得好就行。大伟摸着妹妹的头，眼中满是骄傲。哎，天有不测风云啊！就在小雨大学毕业工作没几年，终于有能力报答哥哥的时候，噩耗传来，大伟被诊断出患上了肝癌晚期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把小雨整个人都打懵了。医生，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小雨跪在医院里苦苦哀求。很遗憾，病情已经到了晚期，在我们这里能做的治疗有限，病人最多还有半年时间。医生叹了口气，除非能做肝移植手术，但是等待合适的肝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，恐怕……小雨当时就崩溃了，他怎么能接受这个现实？哥哥才33岁正是壮年，他还没享受过生活的美好，怎么能就这么离开？大伟哥，我一定要救你！小雨暗暗发誓。他开始四处打听，寻找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法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通过一位医生朋友，他得知台湾在肝癌治疗和肝移植方面有着很先进的技术和经验，成功率比大陆要高很多。台湾，小雨眼前一亮，那我该怎么带哥哥去台湾治疗呢？朋友告诉他，一般大陆居民去台湾看病需要办理特殊的医疗签证，而且费用非常高昂。除非你有台湾亲属，可以走探亲途径，同时也能享受到一些医疗保险的补助。这话给了小雨启发，他在网上搜索台湾相亲时，意外看到了一则征婚启事。台湾某3甲医院外科医生，35岁，名叫陈医生，因为工作繁忙，一直没有成家，家人着急，希望能通过相亲认识合适的对象，不限地区。命运的机会就这样出现了，小雨鼓起勇气联系了这位陈医生。通过几次视频聊天，他得知陈医生名叫陈俊杰，是台北一家知名医院的肝胆外科专家，家境优渥，人也温文尔雅。最令小雨心动的是，陈俊杰正好是肝移植领域的专家，这不就是天意吗？小雨激动得彻夜难眠，如果能嫁给他，不就能带哥哥去台湾治病了吗？就这样，小雨抱着救哥哥的决心，开始了自己的假相亲计划。他没有向陈俊杰透露自己的真实目的，只是表现得温柔贤惠，知书达理。而陈俊杰似乎也被他的善良和聪慧所吸引，两人网恋了短短3个月后，陈俊杰就向他求婚了。小雨，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，但我能感觉到你是个善良真诚的女孩。我想邀请你来台湾，我们共同生活一段时间，如果合适的话就结婚。陈俊杰在视频中真诚地说。小雨心里五味杂陈，一方面他对欺骗这么好的陈俊杰感到愧疚，另一方面他又想着哥哥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最终小雨答应了陈俊杰的求婚。好我愿意嫁给你。小雨轻声说道，内心却在呐喊，大伟哥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。婚礼举办得很简单，在台北的一家酒店里，只邀请了陈俊杰的亲友。婚后，陈俊杰带着小雨住进了他在台北的豪宅。那房子是真的大装修的特别典雅，完全不是小雨之前想象的台湾人的家。哇，你家好大
小雨惊讶地说：“我爸妈留给我的，平时就我一个人住，显得有些空。现在有你了，这里会热闹起来的。”陈俊杰笑着说。小雨这才了解到，原来台湾社会并不像一些大陆人想象的那么穷。相反，台湾的医疗、教育等公共服务发达完善，人们生活质量普遍较高。陈俊杰作为医生的收入也很可观，家里的装修和用品都是高品质的。我们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医疗水平在亚洲是数一数二的哦。陈俊杰骄傲地说，尤其是在器官移植领域，我们的成功率很高。听到这里，小雨心中大喜，看来自己的计划真的有希望实现了。他在台湾安顿下来后，立刻开始谋划如何把哥哥接过来。俊杰，我有个哥哥在大陆，他一直很照顾我，我想邀请他来台湾玩几天，可以吗？小雨小心翼翼地问道。当然可以啊。陈俊杰爽快地答应了，我正好想见见你的家人呢。得到丈夫的同意后，小雨马上着手准备大伟的来台手续。她在电话里没有告诉哥哥实情，只说自己在台湾找到了好工作，想接他过来玩。小雨，你在台湾过得好吗？不用担心哥哥，我这边没事的。大伟在电话那头虚弱地说道。大伟哥，你别担心，快点准备过来吧。小雨强忍泪水，台湾真的很美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终于，在小雨的多方运作下，大伟成功拿到了赴台证件。当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出现在台北桃园机场时，小雨差点认不出自己的哥哥。短短几个月不见，大伟整个人消瘦了一圈，脸色蜡黄，眼神也暗淡无光。大伟哥，小雨扑上去抱住哥哥，泪水瞬间决堤。傻丫头，这么久不见，怎么还是这么爱哭？大伟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轻拍着妹妹的背。陈俊杰站在一旁，诧异地看着眼前这对兄妹。他敏锐地注意到大伟的异常，皮肤黄染，面容憔悴，走路时还微微佝偻着身体，明显是肝病患者的症状。小雨，你哥哥看起来身体不太好。回家的路上，陈俊杰低声问道：他最近有点累，可能是工作太辛苦了。小雨慌乱地回答。陈俊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没有再多问。到家后，小雨安排大伟住进了客房。当天晚上，当大伟睡下后，小雨才有机会单独和陈俊杰交谈。俊杰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坦白。小雨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冒险告诉丈夫真相。其实我哥哥得了肝癌晚期，在大陆的医生说他最多只有半年时间了。我听说台湾的医疗技术很先进，特别是肝移植手术，所以你才嫁给我。陈俊杰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。小雨低下头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对不起，我一开始确实有这个打算。我知道这样做很自私，很过分。但大伟哥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。他以为陈俊杰会大发雷霆，没想到他沉默了一会儿后，竟然露出了理解的神情。我明白亲情的力量，陈俊杰轻声说道。正好我是肝胆外科医生，明天我带你哥哥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吧，看看具体情况。小雨感激涕零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第二天，陈俊杰带着大伟去了自己工作的医院。经过一系列详细检查后，陈俊杰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。情况确实不太乐观，肿瘤已经扩散到了肝脏多个区域，常规治疗效果有限。陈俊杰严肃地说，但肝移植或许是一线希望，只是找到合适的肝源很难，而且手术费用钱不是问题。小雨急切地说，我可以卖房子，借钱，做任何事，只要能救我哥哥。陈俊杰深深地看了小雨一眼，又转向大伟。林先生，您的血型是 B 型。大伟虚弱地回答。巧了，我也是 B 型血。陈俊杰若有所思地说。这样吧，我会帮你申请进入肝源等待名单，同时也会考虑其他治疗方案。就这样，在陈俊杰的安排下，大伟入住了医院，开始接受系统治疗。小雨每天往返瑜伽和医院之间，细心照顾哥哥，同时也慢慢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。比如，他发现陈俊杰经常半夜起来，偷偷的在书房里不知道忙些什么。有时候，他在陈俊杰的衬衫上发现一些莫名的血迹。更奇怪的是，家里的地下室陈俊杰从来不让他进入，
说那里放着一些贵重的医疗器材。难道他背着我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小雨开始胡思乱想，他该不会是个变态杀手吧？这个可怕的念头一旦冒出来，就挥之不去。小雨开始留意丈夫的一举一动，却发现他确实行为诡异，经常深夜接到神秘电话就匆匆出门，回来时衣服上会有血迹。他的手机设了密码，从不让小雨碰，而且家里那个禁止进入的地下室，有时候会传出奇怪的声响。天啊，我是不是嫁给了一个变态？小雨心里越来越不安。终于有一天，趁着陈俊杰去医院加班，小雨鼓起勇气，决定一探地下室的秘密。她找到了陈俊杰藏在书房抽屉里的钥匙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通往地下室的门。随着门的开启，一股凉气扑面而来，小雨颤抖着打开了灯。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呆住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地下室，而是一个设备齐全的小型手术室。干净的手术台，各种医疗设备、药品柜，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血液净化机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小雨惊恐地环顾四周。就在这时，她听到地下室的另一个房间传来微弱的呻吟声。小雨顺着声音走去，推开了半掩着的门。天啊！小雨推开门后看到的场景简直让她魂飞魄散。一位陌生的年轻男子躺在病床上，身上连着各种医疗监测仪器，手臂上插着输液管，整个人虚弱得像一张白纸。你是谁？那人虚弱地问道，眼中充满警惕。小雨吓得后退了几步。我是陈医生的妻子，你呢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还没等那人回答，地下室的门突然被打开了。陈俊杰匆匆走下楼梯，看到这一幕，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小雨，我不是说过不要进地下室吗？陈俊杰的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。俊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人是谁？你为什么在家里弄个手术室？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小雨慌乱地质问道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你是不是在做什么非法的事情？陈俊杰深吸一口气，看了看病床上的年轻人，又看了看惊恐的小雨，终于叹了口气。看来我得解释清楚了。他说，先回楼上吧，我怕这里太冷对你不好。回到客厅，陈俊杰给小雨倒了杯热茶，自己则站在窗前，沉默了许久才开口。我并不是在做什么 illegal 的事情，只是有些事情不方便公开。陈俊杰转过身，直视小雨的眼睛。那个年轻人叫阿燕，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也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。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一直靠药物维持。3个月前，他的病情突然恶化，需要心脏移植，但是等待合适的心源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所以你就把他偷偷带到家里治疗？小雨困惑地问。不只是这样，陈俊杰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我瞒着医院的同事，自费为他购买了最先进的 ECMO 生命支持系统，就是那个你看到的大机器。这在台湾很昂贵，而且按照规定，这种设备不应该私自用于家庭。小雨震惊地张大了嘴。你是说你私自把医院的设备拿回家？不，那些都是我自己买的。陈俊杰摇摇头，但我确实违反了一些规定。作为医生，我不应该在没有完整团队支持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治疗，但我别无选择。阿燕对我来说，就像你哥哥对你一样重要。听到这里，小雨不禁为自己的猜疑感到羞愧。原来陈俊杰不是什么变态杀手，而是一个为了救朋友不惜铤而走险的医者仁心啊！我理解你了，小雨轻声说，但为什么不把他送去医院呢？陈俊杰苦笑一下，因为阿燕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她有严重的医院恐惧症，上次住院差点导致她心理崩溃，而且她顿了顿，坦白说，台湾的医疗资源虽然先进，但也有分配不均的问题。以阿燕目前的状况，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合适的心源。那她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有希望吗？小雨问。时间不多了。陈俊杰眼中闪过一丝悲痛，除非能尽快找到合适的心脏，否则……小雨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哥哥，两人的处境如此相似。而陈俊杰与自己骨子里竟也是如此相似的人，都愿意为了最重要的人不顾一切。我可以帮什么忙吗？小雨真诚地问道。陈俊杰惊讶地看着他，你不生气了？不害怕了？怎么会呢？小雨摇摇头，
我比谁都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为了救大伟哥，我不是连婚姻都可以利用吗？说完，他又羞愧地低下了头。陈俊杰走到小雨身边，轻轻握住她的手。其实我早就猜到了你的目的。什么？小雨惊讶地抬起头。你第一次给我发消息时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一个素不相识的大陆女孩会对我这么感兴趣？陈俊杰微微一笑。后来通过视频聊天，我能感觉到你很紧张，说话也有些刻意。再加上你急匆匆的就答应了求婚，我更加确定你一定有其他目的。那你为什么还因为我看到了你眼中的真诚和善良？陈俊杰柔声说，虽然你可能有所隐瞒，但我相信你不是坏人。而且他有些腼腆地笑了，我确实被你吸引了。小雨心中一暖，眼泪再次涌出。对不起，我不该欺骗你的。没关系，我们都有各自的苦衷。陈俊杰轻轻为他擦去泪水。既然现在我们都坦诚相见了，不如一起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既救你哥哥，又救阿燕。就这样，小雨和陈俊杰开始了他们真诚的合作。白天，陈俊杰在医院为大伟进行治疗，晚上，小雨则帮忙照顾地下室的阿燕。两人共同承担着救治至亲至爱的重任，关系也因此越来越亲密。天啊，真没想到台湾的医疗水平这么高。大伟在接受了1周的治疗后，气色明显好转，不禁感叹道：早知道这样，我就早点来了。是啊，大伟哥，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医疗设施真的很先进。小雨高兴地说，而且俊杰是这方面的专家，有他在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大伟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妹妹，小雨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和陈医生感情很好。小雨脸一红，我们还好啦，傻丫头，哥哥虽然生病了，但眼睛还是雪亮的。大伟笑着说，我能看出来，陈医生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呢？小雨沉默了一会儿，轻声说道，其实一开始我是为了救你才嫁给他的，但现在，我想我是真的喜欢上他了。这样就好。大伟欣慰地点点头，不过有件事我一直想问，你们台湾户口好拿吗？大伟哥，小雨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你这就想太多了吧。与此同时，陈俊杰也在为两人的治疗绞尽脑汁。作为医生，他深知大伟和阿燕的情况都不容乐观，两人都需要器官移植才有生还希望。如果按照正常程序等待合适的器官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陈俊杰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小雨说，但我有个想法，可能有些冒险。什么想法？小雨急切地问。活体肝移植。陈俊杰认真地说，就是从健康人身上切取部分肝脏移植给患者。肝脏有再生能力，捐赠者和接受者的肝脏都能在手术后慢慢恢复。这可行吗？小雨惊讶地问。技术上是可行的，但需要血型相合的近亲捐献者。陈俊杰解释道，大伟是 B 型血，而你呢？我也是 B 型血。小雨激动地说，那我可以捐给大伟哥吗？理论上可以，但还需要做组织配型检查。陈俊杰谨慎地说，而且小雨，这种手术风险不小，我不能保证100%安全。我不怕，小雨坚定地说，只要能救大伟哥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陈俊杰深深地看了小雨一眼，眼中满是复杂的情感。他伸手抚摸小雨的脸颊，轻声说，你真的很像我，为了所爱的人愿意付出一切。就这样，在做了一系列配型检查后，好消息传来，小雨和大伟的组织高度匹配，活体肝移植手术可以进行。太好了，小雨兴奋地抱住陈俊杰，谢谢你。谢谢你给了大伟哥新生。陈俊杰却没有立刻回应他的喜悦，而是表情凝重地说，小雨，手术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小雨疑惑地问，关于阿燕。陈俊杰深吸一口气，他的情况越来越糟，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心脏，恐怕撑不过这个月了。小雨心头一紧，那怎么办？我已经尽力了，但是……陈俊杰的声音哽咽了，有些事情不是单靠医术就能解决的。看着陈俊杰痛苦的表情，小雨心中满是怜惜。这段时间的相处，他已经深深体会到了陈俊杰对阿燕的那份兄弟情谊，就像他对大伟哥的感情一样深厚。俊杰，你别担心，我相信会有奇迹发生的。小雨安慰道，
虽然他自己也不确定这份安慰有多大用处。在等待手术的日子里，小雨和陈俊杰的感情越来越深。从最初的假婚姻到如今的真心相爱，两人经历了许多波折，却也收获了彼此的真心。小雨，不管手术结果如何，我都要谢谢你。一天晚上，陈俊杰握着小雨的手说道：谢谢你带给我的这份真挚的感情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小雨依偎在他怀里，如果没有你，大伟哥可能已经……别想那么多。陈俊杰温柔地抚摸着他的头发，我们会一起度过这个难关的。然而，就在肝移植手术前1周，一个突发事件打破了平静。阿燕的病情急剧恶化，心脏功能几乎完全丧失，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。医生，有什么办法能救阿燕吗？陈俊杰焦急地问自己的同事，除非立刻找到合适的心脏，否则……同事摇摇头，脸上写满了无奈。如果是我呢？一个声音突然插入。陈俊杰和同事同时转头，惊讶地发现大伟站在病房门口。大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雨从走廊尽头跑过来，紧张地问道。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，大伟平静地说。如果我的心脏适合他，我愿意捐献。什么？小雨惊叫起来。大伟哥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小雨，别激动。大伟拉着妹妹的手，温柔地说，我想通了。我的肝癌已经扩散，就算成功移植了你的肝脏，我能活多久也是个未知数。与其这样，不如用我的心脏去救一个有希望的年轻人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小雨崩溃地大喊，我不允许你这样做。陈俊杰也震惊地站在一旁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小雨，听我说。大伟坚定地看着妹妹，这些年是你让我活下去的动力。看着你从小女孩长大成为独立坚强的女人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现在你有了爱你的陈医生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，小雨摇着头，泪如雨下。而且大伟微笑着继续说，这样我就不用接受你的肝脏了，你也不用冒险。一个器官可以救2个人，不是很好吗？陈俊杰上前一步，林先生，我理解你的心意，但这样做……陈医生，我知道你会反对。大伟打断他，但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我已经查过了，在台湾，安乐死虽然不合法，但器官捐献是被鼓励的。我想和阿燕见一面，看看我要把心脏给的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就这样，在大伟的坚持下，他见到了躺在地下室病床上奄奄一息的阿燕。两人聊了很久，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但当大伟从地下室上来时，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。他是个好人，值得我这样做。大伟对小雨和陈俊杰说。小雨再次崩溃大哭，但大伟却异常坚定。最终，在多方争论和考虑后，陈俊杰同意了大伟的请求，不是器官移植，而是另一种方案。我们可以这样做。陈俊杰严肃地说，大伟的肝癌已经晚期，常规治疗效果有限。我们先进行小雨到大伟的活体肝移植手术，给大伟一线生机。同时，我会尽全力为阿燕寻找合适的心脏，但如果找不到呢？大伟问道。那时再做决定也不迟。陈俊杰说，至少我们要先尝试常规方法。小雨感激地看着陈俊杰，心中满是爱意。他知道陈俊杰是在尊重生命，也是在保护他的感受。就这样，活体肝移植手术如期进行。手术非常成功，小雨捐献的部分肝脏完美地移植到了大伟体内，术后恢复情况也很理想。大伟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术后第3天，小雨坐在病床边，关切地问道。好多了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。大伟笑着说，小雨，谢谢你。不只是为了这次手术，还有这么多年来的陪伴。说什么呢？我们是亲兄妹啊，小雨红着眼眶说。就在这时，陈俊杰匆匆走进病房，脸上带着激动的神色，有好消息。他兴奋地说，医院刚刚接到通知，有一颗与阿燕匹配的心脏。真的吗？小雨惊喜地跳起来，太好了。大伟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看来老天爷还是眷顾好人的。就这样，在一系列奇迹般的巧合下，大伟和阿燕都获得了新生。阿燕的心脏移植手术也非常成功，术后恢复良好。当她终于能够离开地下室，正式住进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时，小雨第一次看到了陈俊杰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。谢谢你们。
阿燕虚弱但真诚地对小雨和大伟说：“如果没有你们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了。”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和评论哦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